我们知道，在19号当天，环球网援引了台媒联合报的消息，在当天中午12时14分，美军 C-130军机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在停留期间，有地勤人员从飞机上取出一批木箱货物，因为有红色帆布遮盖，外界无法得知到底美国此次向台湾运送了什么。光从这个新闻来看，美军短短1个月时间，3次军机抵达台湾，这无疑是公然践踏我国底线，制造台海危机。而消息传出以后，我国民众更是愤怒不已，对台动手的呼声更加紧迫。从这个现状来说，其实恰恰正中美军下怀。目前的中美博弈中，真正着急要命的根本就是美国。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这个消息是台媒报道的，故意使用的词语是军机，但实际上从后续的挖掘中，这是为美国国防部服务的军事承包商租借来的一架民用运输机。如果真的是运输一些机密性的军事合奏，台媒是不可能这么在第一时间就报道出来，这种就属于典型的大声密谋。另外，网上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割香肠，一步一步压低中国底线，这个其实有些带节奏的嫌疑。首先，很明确的一点是，中国的底线是台湾岛，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清楚。那么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如今台湾这个岛屿就摆在中国眼前，美国是不可能把它搬走，这就不存在所谓的切香肠，这和印度在我国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行为不是一回事。而且切香肠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意图，但现阶段来说，美国一副急需氧气瓶续命的样子，真的要玩切香肠，死得最快的就是他自己。在笔者看来，美国如今不断在台海、台湾问题上表演作秀，绝不是挑衅这么简单，有阴招，本质上是要让自己获得一张让中国短暂性让步的底牌。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2个月前，美国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严重性的通货膨胀，美元疯狂印刷并投入市场，这就如同一个引线已经被点燃的炸药包。美国要做的就是在快爆炸之前找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帮他把火线给灭了。而这个能帮助美国的对象，自然就是中国，也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几乎可以想象，在未来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美国必然会加入这样一条要求：只要中国愿意帮助美国拿出发展几十年的经济和物资，平息美国自己折腾出来的通货，美国就不会在台海折腾闹事。这就是西方典型的强盗逻辑，突然开始欺负你，然后拿以后不欺负你为条件，要求你谈判。考验中国战略定力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方面，美国联合岛内分裂势力必然在未来会不断挑衅中国统一的底线问题；另一方面，必然有庞大的网军会在我国舆论中挑起民意，进而反向高层施压，让中国政策趋向民意。中国统一是必然趋势，这一点十分清楚，但绝对不能是怒而兴兵。美国当前是结构性崩盘，只要没有机会虚血，内爆已经是迟早的事情。而台湾也不是1年2年，或许统一真的只是需要一个契机。在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国传统政治网站国家利益在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的全新潜艇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安静》的文章，作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下属海事战略研究组的核心高层詹姆斯。在文章中，该作者提到，中国解放军海军在潜艇的推进技术上超静音推进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份技术很可能让中美的战略竞争进入一个致命阶段。文章中提到，这份超静音推进技术其实是一种专门为核潜艇研制的无轴轮网驱动泵喷推进器。最早出现的类似消息是在2017年，当时我国电磁专家马伟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我国在进行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不错的突破。按照美军专家在文章中的说法，这是一个结构上是电动推进器，却因为简化工程设备，反而导致了这种推进器在水下变得极其安静，在当时就一度震惊了五角大楼高层。这在当时意味着中国解放军将比任何时候都安静，美国的声学霸权也正在被中国终结，一个属于中国的海洋时代即将到来。如今到了2021年了，美军类似的技术依旧没有完成研发，然而中国取得突破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以中国的研究效率和工作建造效率而言，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已经将这些技术大批量地应用到了水下作战单位上，这在未来中美可能在太平洋的水下交战来说，将对美军舰队造成难以想象的重创。文章认为，到目前因为美军在亚太的自由航行，中国的水下部队在外界看来还是执行一个防御性任务，即保证自身隐蔽性的情况下，随时确保可以攻击敌方水面舰艇。而随着未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恶化，甚至可能到来的战争，这些技术愈发先进的水下潜艇还可能与美军的潜艇部队交手，这对美国来说显然不会是一个好消息。
有意思的是，这个美军专家还十分不甘心地提出了一个大胆假设：按照中国的习惯，这种类似的顶尖技术通常不会拿出来公开透露，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中国故意放出来的战略欺诈，为的就是让美国在亚太的动作更加谨慎。虽然中国人民喜欢把自己称作种花家的兔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真的是吃草的兔子了。所以美日既然一再挑衅，那就必须承担挑衅的后果。6月6号的时候，3名美国现任议员乘坐运输机窜访台岛。7月15号，美军一架 C-146A 降落在台岛的松山机场，停留了半个小时。在媒体报道中明确提到，这架运输机运送了包裹。7月19号，在相隔4天后，美军一架 C-130再次降落在台岛，这次是桃园机场，停留1个小时。同时，媒体也提到运送了很多木头箱子以及红色包裹。另外，还有部署25架 F-22到日本的关岛基地，和澳大利亚军演试射爱国者3导弹，继续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等等。这一系列的事足以表明美国想要升级和中国的对抗，但是因为中国一直希望能够与美国和平共处，为了两国以及世界的长久发展，中国对美国可谓是极尽迁就。但是美国却从不在乎，加大挑衅力度，一再触及中国底线，对台海问题肆意妄为，完全无视这里是中国领土的原则，致使中国周边局势越来越紧张。所以有道是忍无可忍时，自该无需再忍。在7月19号，美国军机降落台岛的消息传来后，解放军就连警告都省略了，直接用行动亮明态度。总结起来就2个字：来战。首先，广东海事局紧急发布公告，珠江口、万山群岛以及南海部分海域在7月20号进行实弹射击。攻台主力部队也公布了一系列的演习活动和视频。随后，东部战区公布反潜巡逻机自导生弹石头训练的视频，在视频中，数枚自导生弹迅速脱机，直扑目标。再则，解放军公布远程火箭炮攻击的视频，还特意点出威力巨大。最后，还有海军运输机陌生空域1000米高空精准投送。南部战区海航某旅飞豹战机海上实弹训练，渤海宣布部分海域进行演习，等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当然，我们知道在拉达克还有一个印度准备时不时就要来挑衅一下中国，而美国想要哄印度一起上，简直不要太容易。所以在西藏军区，解放军也同样公布了不少演习视频和消息。很显然，此前解放军说的全军戒备并不是一句空话，甚至很明显是能够在必要时刻直接就全军出击的。也就是说，解放军对美国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不再试图从口头上劝告美国，而是用行动说话，敢来就打。那么对此，美国害怕了吗？其实单从种种动作来说，解放军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直接用开火警告，这可能会对美国没有作用，但是这只是地域差别。解放军来了这句话从来不简单，不仅承载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同样对于恶徒暴徒来说也是致命的警告。美国可以不信邪，不过到时候被打了可别哭。7月20号，英国宣布要在日本永久驻军，一时惊起千层浪，让中国附近这本就紧张的局势再次变得更加火热。不少国人说出了“英国这是来找揍的，就是欠教训”之类义愤填膺的语句。详细报道是美国路透社发出来的。更准确地说，这是英国防卫大臣和日本防卫大臣共同发布声明中提到的。按照声明中的说法，在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访问日本之后，英国就会将2艘军舰永久地部署在日本，并且英国防卫大臣华莱士还很明确地提到，除了2艘军舰，英国还在部署一支由海军陆战队组成的滨海反应小组。对于这件事，目前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那就是英国这是想和中国正式杠上了，准备和美日一起插手台海。要知道，现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还没有到达日本，预计会在9月份到，也就是还有1个多月。这1个多月，英国和日本为什么就这么急匆匆地发布联合声明，打的又是什么主意？这一点其实从最新发生的事情中就能大致推测出来。首先，美国几次3番挑衅中国，在仅仅相隔4天的时间中，连续2次让军用运输机登上台岛，其中还运送了让人议论纷纷的包裹。随后，因为美国的如此作为已经踩到了中国的底线，所以这2天解放军的各种军演不断的被发布出来。
动作如此迅速，很难不让人猜测是警告美国的，甚至可能在下一次就是直接动手了。所以英国的永久驻军，要么是遵从美国的指使，意图结合三国之力共同对抗中国，要么就是看美国被威胁了，觉得可以趁着中美对峙顾不上英国，所以想在南海分上一杯羹。不过究竟是哪一种原因，暂时并不能肯定。但须知，不管是哪一种，英国的狼子野心早已无法掩藏。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军事专家杜文龙就在其社交平台上对此直言：英国将临时到访变为永久部署，很显然是要下血本了。日本将会迎来2个军事钉子户，直接从跳板变成阵地。这话中的意思就有了琢磨了。咱们光看到英国在这其中做了什么，却忽视了日本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从杜文龙的话中可以猜测一下，美国原本就是利用日本和中国周旋，但是英国的介入，直接让日本从原本只能被美国随时推出去当炮灰的角色，变得有了一定的重要程度。而且一旦日本成为了重要战场的阵地，那么一旦冲突正式爆发，日本也会从中获取利益。但是很可惜，日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点，那就是中国是否会如日本所愿。如今解放军多方军演虽然更多的是针对美国，但是又何尝不是给所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一个警告呢？一旦这些国家敢在中国头上动土，那么就必然要接受解放军的全力反击。所以有国人表示，小心得不偿失。